西方重新评估大陆的两栖投送能力，发现解决台海问题的一个新秘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引发台海军事危机之后，美国军方人士科林·福克斯、特雷弗·菲利普斯和凯尔·克雷格斯对解放军的两栖投送能力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其他观察家完全不同。这几位作者声称，许多观察家关注中国现有舰队似乎不足以进行两栖攻击，他们忘了中国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民用船舶制造能力，可以迅速消除这些假设的运力和火力不足。按照美国军方人士所进行的兵棋推演，美军武力干涉台海最好的结局是只攻击解放军的两栖登陆舰队，让中国水面舰队损失150艘舰只。就算如此，解放军也能建立一个据点，并在不到3周的时间内登陆30多个营，以台军在岛上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而美军呢，却有可能因为干涉台海事务而失去1艘航空母舰、1个远征打击群和1半的美军战斗机。然而，美国的这种推演并没有预计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战争潜力所发挥的作用。正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其实只要中国认识到两栖运输和可预见的消耗的重要性，可能会在战争初期加速集结，并且采取封锁的各种各样的手段，以阻止美军的增援。二战末期，美国海军拥有超过2500艘的两栖舰艇，而这个时间节点距离珍珠港事件仅仅过去了45个月。今天，中国的造船工业要比当年的美国更强大，而台湾岛距离中国大陆的距离，可要比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那些小岛距离日本近得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制造国，2021年生产了超过2600万吨的民用船舶。中国呢，也是世界上第2大武器生产国，与2战前的美国一样，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基础，可以迅速的大规模生产其军事装备。在战术使用层面，解放军的联合登陆行动还有可能是跨海滩的两栖攻击，以占领港口为目标，以便快速部署第2梯队的后续部队。中国用于夺取关键港口的额外军事力量，包括特种作战部队、空降部队和空中机动部队，而使用民用船只又是中国军方计划的核心特征。而这个核心特征可不是权宜之计。大型商船可以让直升机将空中机动部队运送到岸上，并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可以为武装直升机进行加油和武器挂装。中国的民用半潜船也可能在突击阶段部署两栖车辆和气垫船，作为两栖攻击舰队的补充。中国在1997年就建造了第1艘符合军用规格的民用滚装船，并随后颁布了将船舶改装为军用规格的指南，例如对这些滚装船进行改装，让他们增设加强型的坡道，以便允许部署或者是从海上回收两栖装甲车。也就是说，这些经过改装的滚装船完全可以在海上投送两栖装甲部队。当然，如果第1梯队的部队成功地占领了足够多的港口并保持开放，那么其余的行动就会非常顺利，因为重型的装甲车辆直接能够从港口开到岸上。这几位美国军官认为，今天解放军提供火力支援的方式也非常强悍。台湾地区的机场、陆基防空基地、雷达阵地和指挥控制设施将会在最初的弹道导弹攻击中灰飞烟灭。随着导弹袭击削弱了台湾地区的防空系统，解放军的战斗机很可能
会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战斗巡逻，并对幸存的台湾空军基地、防空基地和其他高价值目标进行综合打击。中国解放军有能力使用成百上千架轰炸机、攻击机、导弹、火箭和巡飞弹，对台湾几乎任何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最近的战斗经验和海上的试验，强调了巡飞弹药在攻击和防御中的价值。中国不断增长的巡飞弹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取代海军的火炮，从远处对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掩体、导弹系统和其他点目标，这远比美国在二战时期所进行的2栖夺岛战役轻松得多。总体来看，解放军对台作战的瓶颈不是火力支援，而是2栖登陆船只的数量。西方专家评估解放军成功的秘密就是大量使用民用船只，从滚装船、半潜船再到大型商船，都可以在完成两岸统一大业时发挥重要作用。商船平时能产生经济效益，战时又能够发光发热，还不会给解放军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可以说这是军民融合巨大成就的一个体现。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